当刘禅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穿越成赵构之后，岳飞收到了第13道金令，上面写着奉旨出征，万事自决，以后别拿这种事来烦朕。一时间所有人都呆住了，就连秦桧也懵了。官家，你这个主和派头子怎么反水了？绍兴11年刚寿终正寝的我再次睁开眼，竟出现在了大宋的朝堂上。没有任何记忆的我只好指着文武百官开口：堂下所站何人？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官家莫非是疯了不成？秦桧虽然搞不懂，但还是介绍了自己的身份。微臣秦桧，忝为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闻言，我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。虽然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丞相，但右仆射可是堪比丞相的重臣。此人既然和相府官职一样，那想必也是能文能武，自己以后的日子可就轻松了。我放松下来后，终于想起了刚才好像忽略了什么。爱卿啊，刚才你们在说什么？秦桧见话题回到正轨，不由得松了口气，再次恢复了忧国忧民的样子。官家，金军已经大军压境，如果我们不同意斩了岳飞的话，恐怕我大宋仅剩的半壁江山也要……秦桧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跳起来打断了。你说什么？朕只剩半壁江山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话一出，整个大殿都炸锅了。官家今天怎么净说胡话？莫非有什么深意？我并没有理会这些吵闹的大臣，我现在只想知道自己的父皇和相父努力一生，好不容易拼来的巴蜀之地，到底丢了哪半壁江山？然而当舆图拿来后，我看着秦桧画出的地方，整个人都傻眼了。朕不是在做梦吧？这半壁江山都快一统三国了吧？爱卿，你是说这些地方全是真的？完了，官家是真疯了。秦桧心里计划着该扶持哪个幼主，表面上却依旧不动声色。是的，官家，目前这些就是我大宋的地盘。听了这话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整个人激动的哈哈大笑起来。一时间，满朝大臣都震惊地看着我，有些心思活络的人，甚至已经开始考虑从龙之功了。但我却完全没注意这些，只是在心中嘀咕着：上辈子相父以巴蜀一州之地，就打得曹魏不敢南顾，只能龟缩防守。最后，要不是巴蜀实在太小，养不起那么多的兵将，相父也不会饮恨5丈原。这一次，自己拥有这么大的地盘，而且还拥有跟相父同一官职的秦桧，如果再不能光复大汉，那自己岂不是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？想到这，我意气风发地看向秦桧。爱卿，你刚才说那什么金军大军压境，来给朕指一下，他的大军压到哪里？此时秦桧已经放弃了挣扎，只想赶紧结束朝会，所以他认命地指向淮河一线。官家，金兀术的大军就在这里，如果我们不赶紧诛杀岳飞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秦桧后面的话我一点没听进去，我的注意力完全被敌将的名字所吸引。金兀术怎么这么怪？莫非是个蛮夷？见官家又问出这种弱智问题，秦桧已经完全认命了。没救了，早点选幼主吧。但他还是耐心解释了一下。官家，金国皇族就是女真族，虽然是起源于蛮夷之地，但如今中原已为金国占据，且我们已经结为兄弟之国，不能再称他们为蛮夷了。蛮夷就是蛮夷，就算暂时占据了我中原之地，那也还是蛮夷。不过蛮夷不都是一群土鸡瓦狗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也配踏入中原了？爱卿啊，朕记得大汉之时，虽然战事连绵，但蛮夷也始终不敢南顾一眼。三国之中，就算是一员偏将，都能将他们打得抱头鼠窜。这怎么到了我大宋，竟都被蛮夷占据中原之地了？此时秦桧已经放弃治疗了，干脆做起了科普小能手。经过他快半个时辰的讲解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司马家，比其娘之！早知道司马家后来把华夏搞成了这个鬼样子，我当年就算拼到最后一兵一子，也绝不可能投降。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如今我成了大宋的皇帝，这个烂摊子还得我来收拾。而从醒过来到现在，秦桧一直在提杀掉岳飞，因为这是蛮夷的要求。
朕虽然不知道岳飞是谁，也不知道他都干了什么，但你让我杀我就杀，我没有尊严的吗？而这么伤自尊的事，秦桧说了半天也没见一个人出来反对，说明这一屋子的文武大臣们都被那蛮夷给打怕了呀。但他们怕，朕可不怕。大汉的皇帝会怕蛮夷，说出去恐怕能把人笑死，所以这事没得商量。不管那岳飞是谁，朕都不会杀。不过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解决蛮夷大军压境的问题。我虽然不会打仗，但前世跟在相父屁股后面几十年，我深深明白一个道理：打仗就是打后勤，将士的多寡以及优劣，决定了战场上的实力，而钱袋子的轻重则决定了持续作战的能力。除了这两个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地盘的大小，这直接决定了战争潜力。前世先有相父六出祁山，再有姜维九出祁山，为什么最终还是打不赢？就是因为大汉的地盘太小了，巴蜀的潜力全部榨干榨净，也只能做到那个程度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扩起来了，一想到这么大地盘能爆发出的战争潜力，我就觉得自己强得可怕。爱卿，今年岁入几何呀？秦桧虽然搞不明白我的注意力为何突然转到钱上，但还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：回官家，按照户部的测算，今年的岁入大概在8970万贯。你说多少？我简直怀疑自己幻听了。我激动地上前一把拉住了秦桧的衣襟，8000多万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大汉在相父的治理之下，可以说已经把所有的边边角角都利用了起来，一年的税入也不过3万贯了。这大宋莫非遍地金山不成？我想不通大宋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，但也没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。反正我现在确定了一件事，俺刘禅彻底阔起来了。紧接着我又询问了兵马，当听到只有40万时，我反而略显意外。当年大汉一年岁入3万贯，最多的时候都养兵12万，这大宋岁入8000多万贯，才养45万兵马，实在是太少了。但随即我就将这点遗憾抛到了脑后。现在不仅有这么大的地盘，还有大汉2000多倍的岁入，以及大汉近3倍的兵马，这一辈子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这要是怂了，将来都没脸去地下见相父。爱卿，把我大宋的兵力布防图拿来。官家要那个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打回去啊！蛮夷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不把他们打回去，难道还要朕留他们饮宴吗？这话一出，秦桧傻了。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官家大抵是真疯了。不仅是他，殿内大臣们也直接炸了，尤其是朝中的主战派。此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韩世忠悄悄移动到了张俊旁边。大人，你说陛下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转变了态度？本官也看不透啊。之前官家连发12道金牌，宁愿放着大好形势不要，也要召回岳飞，可见求和意志之坚定。现在突然之间态度如此大变，实在是让人疑惑呀。说到这里，他有些担忧地转头看了一眼韩世忠。你听到大臣们的议论了吗？你觉得官家会不会真的疯了？但韩世忠却是不屑一笑。大人，其实在下倒是觉得官家应该是有意为之，全是为了最后的话做铺垫。不知你注意到了没？官家今天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那秦桧乃是何人。官家有可能不认识秦桧是谁吗？除非官家真的疯了，所以在下以为是在问秦桧到底是站哪一边的。韩世忠的分析让张俊一下子瞪大了眼睛，一边捋着自己胡子，一边轻轻的点头。良臣说的没错，看来官家也对秦桧这个奸贼不满了。自顾自评价了一句之后，他又疑惑地看向韩世忠。那官家问完秦桧之后，又让拿出来舆图是什么意思？官家总不会不知道我大宋有多少国土吧？自然不可能不知道。大人，你刚才注意到了没？官家先是让秦桧指了一遍我大宋原本的国土，然后才让他指了一遍我大宋现有的国土。指完了之后，官家面上看起来很兴奋，甚至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但在下以为，官家其实是在表达国土沦丧的悲惨，就是要提醒我等万万不可忘了故土。韩世忠一番分析，张俊越听越觉得有道理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盛。不错，一定是这样的。
都夸良臣心细如发，看来果然如此啊。不过官家接着又问我，大宋岁入多少是什么意思？在下以为官家这个举动有2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是在告诫我们，一旦答应了金国的要求，这每年8000多万贯的岁数，就有一大部分要进入金国的口袋。第2层则是在激励我等，虽然目前金国是强，但我大宋每年的岁入是金国的3倍还多。就算我们失败1次2次，哪怕是10次，朝廷随时都有钱粮可供我们东山再起。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金国早晚要败在我们手里。韩世忠的话让张俊的心情一阵振奋。本官明白了，官家刚才又问我大宋有多少兵马，其实同样有深意，是在告诉我们，我大宋有40万兵马，而那金兀术手里不过10万大军而已。就算我大宋将士的战力暂时要弱于他们，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敢拼命，这一仗我们就一定能赢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可怜官家的一片苦心，这满朝诸公竟然没几个人能看懂。韩世忠说完这话之后，双眼炙热地看向我的方向。大人，官家既然准备将金国打回去，我等断不能让官家失望才是。等会制定军略之时，还望大人多多出力。我并不知道这一会儿的功夫，韩世忠和张俊这2个人已经将我脑补成了一个幡然悔悟的明君形象。这满殿的大臣，我现在就能叫得上来秦桧的名字，但是无所谓，那可是跟相父同一个官职的人了。打仗难吗？难个屁！把一切事情交给相父，然后坐在家里，保证后勤的同时，坐等结果就行了呗。想到这里，我再也没有什么犹豫了，扭头便看向秦桧。爱卿啊，你回去写出师表吧。我这一句话把秦桧直接给搞懵了。官家，臣写出师表干什么？秦桧这个反应差点把我也给整不会了。当然是准备出征了。说完之后，我才突然想到，2人这毕竟是第一次配合，我也得给对方吃个定心丸。爱卿，你放心吧，你出征之后，朕一定会按照你留下的出师表，把朝中的事情处理好，绝不会让你因朝政分心。这些事情朕都熟得很，你就放心的回去吧。见自己又被催促写出师表，秦桧一时之间竟无语了。朝中谁不知道，我只是天子第2号的主和派，第1号的主和派可是官家您啊。现在倒好，官家您不仅倒戈了，还准备派我这个第2号的主和派去打仗，到底是拿错了剧本，还是说您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啊？他心思百转千回之间，愣是没想到应对的办法，无奈之下只能选择以拖待变。官家，臣不会打仗啊！一句话直接把我给干懵了。朕记得没错的话，你刚才说你的官职是宰相，没错吧？见官家又摆出了一副咱俩不是太熟的样子，秦桧也是很懵。没错呀。见自己并没有理解错，我的声音一下子就大了起来。那不就对了吗？既然宰相跟丞相差不多，你怎么可能不会打仗？秦桧脑子都差点干烧了，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宰相就一定要会打仗。但站在一边的张俊和韩世忠2人却是不由得对视了一眼。果然，陛下这就是故意给秦桧下套。莫非今天还能看到一出罢相的好戏？好期待，好兴奋！此时秦桧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努力露出一个自以为真诚的笑容。官家宰相和会打仗之间，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吧？胡说，怎么可能没有？远的不说，你看看相父啊，不对是大汉的诸葛丞相，6出祁山，那是何等的风采！难道宰相不都应该是这样能文能武的吗？闻言，大臣们差点没笑出来，而秦桧则是扑通往地上一跪。官家，臣要是哪里做的不对，您直说就是。就是罢免了臣的相位，臣也无话可说。您何必如此羞辱于臣呢？诸葛丞相那是何等神人，自大汉以降1000多年来，何时再出现过诸葛丞相那样风采绝世的人？臣又何德何能跟诸葛丞相相提并论？秦桧的话让我意外发现了一个关键信息：自大汉以降1000多年来，没想到朕竟是复生在了1000多年以后。这事实还真是奇妙啊！感慨了一会之后，
才发现秦桧还在那儿跪着呢。见他把自家相父捧得那么高，我一时之间竟然有点不好意思去责怪他。原来诸葛丞相不是每个朝廷的标配啊。那你呢？你既然是宰相，总得会点什么吧？臣既然忝为宰相，自然是为官家分忧了。为朕分忧，可是朕现在忧的是，怎么把那些大军压境的蛮夷干掉？你却不会打仗，你这也不能为朕分忧啊！我确实没有嘲讽的意思，我是真的疑惑。但秦桧还是一口老血喷在了大殿上。替官家梳理朝政，统领百官，也是臣的分内之事。这样吗？跟诸葛丞相比起来，怎么样？眼看秦桧又有要喷血的迹象，爱卿莫要激动，朕并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觉得既然你武不能打仗，文也比不过诸葛丞相，但你又身居宰相之位，总有点其他的过人之处吧？秦桧努力稳了稳情绪之后说道：“臣还略懂诗词歌赋。”一听诗词歌赋，我就是眼前一亮，这确实也是个特长。在大汉那个时候，凭借诗词歌赋登上高位的，确实也大有人在。朕就说嘛，爱卿既然官居宰相，必然是有过人之处的。只是这诗词歌赋跟曹子建比起来怎么样了？爱卿能比他强多少？我这话问出来之后，整个大殿上的哄堂大笑便再也止不住。看到大臣们这个反应，我一下子迷茫了。他们在笑什么？这个问题很好笑吗？在我那个年代，曹子建确实颇有才名，但在我看来，跟我家相父还差得远呢。我相父一张出师表，帮大汉负重前行了31年，那曹子建行吗？这俩放一起一对比，境界高下立判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到底在笑什么？见众人还是在笑，我一下子怒了，指着那个笑得最欢、已经倒在地上的人，站起来！见到自己被点名，韩世忠用尽了全力才忍住了笑。官家晋朝谢灵运曾言：“故天下才共一担，曹子建独占八斗。”所以你要宰相大人跟曹子建比诗词歌赋，确实有点难为他了。这话我听懂了，不过也更让我郁闷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曹子建都算是才高八斗了，那自家相父的才华，岂不是要有八担那么高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微臣韩世忠。韩世忠，世忠，世代忠良，这名字倒是不错。你在朝中担任什么职务啊？见官家先是直接把秦桧气得当殿吐血昏倒，接着又夸自己世代忠良，现在又问自己在朝中担任什么职务。官家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职务吗？当然不可能。所以这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官家马上要跟自己这个枢密使商量御敌大计。想到这里，兴奋的韩世忠正要报上自己的官职，我却是直接一抬手：“算了吧，什么职务都无所谓。真是的，正准备跟宰相商量御敌之策呢，他怎么就吐血昏倒了呢？现在朕该和谁商量呢？”自报家门突然被打断，让韩世忠一下子愣在了原地。还没等他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听到官家又在自言自语。虽然听清了官家在说什么，但他刚被打断了说话，此时也不敢再大声，急得他用手提着自己，嘴里还小声地说着：“官家，我呀……”但我却压根儿没注意到他的动作，而是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。哦，对了，朕想起来了，秦桧刚才一直说要杀那个什么岳飞，不对，不是他要杀岳飞，是那些蛮夷一定要岳飞死。对，把岳飞找来问问，既然能让蛮夷这么恨他，说不定是个会打仗的呢。想到这里，我便抬起了头，看向韩世忠。朕问你，岳飞在哪？我这突然的疑问，让韩世忠直接傻了，下意识的就说道：“他在赵狱啊。”一听赵狱，我眉头一皱，难道自己想错了？那岳飞并不会打仗，而是个查案的官员。赵狱，他去那儿干什么？审案吗？我这个问题直接把韩世忠给整不会。回官家，岳飞并不是在审案，而是被您亲自下旨打入的赵狱。朕下的旨意吗？朕为什么要下旨将他打入赵狱？看到我那满脸迷茫的样子，韩世忠一下子又懂了。哈哈哈，原来官家的目的是这个呀，爽！心里大呼爽快的韩世忠，面上马上就带上10分的委屈。回官家因为岳飞领军北伐，在朱仙镇大破金兀术10万大军，
你说什么？岳飞竟是北伐的主将？官家说的没错，岳飞一直都坚定地支持北伐。韩世忠说完了之后，我人麻了，一直坚定地支持北伐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他绝对是个好人呢。这岳飞跟相父和姜维的志向一样，那能是个坏人吗？不，那是国之栋梁啊。前身怎么就把岳飞这个国之栋梁给下狱了？不对，这里面有事，看来这朝廷里面有坏人啊。只是坏人是谁呢？总不能是自己吧？还没等我想明白该怎么找出来这个坏人是谁，被救治了半天的秦桧就悠悠地转醒。秦桧一醒，我就把韩世忠给扔到了一边。虽然自己这个新宰相文治比不过相父，才华比不上曹植，书法比不上蔡邕，而且还不会打仗，看起来跟个废物似的，但是他毕竟是宰相啊，这可是跟相父一个官职的男人，怎么可能真的是个废物？肯定是自己还没有发现他的闪光点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想到这里，我便向着秦桧走去。至于韩世忠，那就是个只会傻笑的傻子，一个是跟相父一个官职的男子，一个是连啥官职都还不知道的傻子，自己该相信谁？那还用选吗？韩世忠看到转身就走的我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不对啊，为什么预想中的君臣相知没有如期上演呢？正在思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，就看到我走到了秦桧面前之后，满脸关心。爱卿觉得怎么样了？可好些了？看到我满是关心的眼神，刚才被挤兑到吐血晕倒的仇，马上就被秦桧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多谢官家挂念，臣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好多了就好了，朕正有好多疑惑，想请爱卿为朕释疑呢。官家有何疑惑，臣定然知无不言。哈哈哈，朕就知道有爱卿在此，朕无忧矣。官家谬赞，臣愧不敢当。官家你问吧。好，朕想知道，既然岳飞是北伐的主将，那朕为何要将他下狱呢？啊！秦桧直接被我的问题弄得愣在了原地，而刚才还在傻眼的韩世忠却是眼前一亮。哈哈哈，官家这一招真是高啊！满朝文武谁不知道，岳飞就是被这秦桧给冤枉下狱的。如果这事儿由自己说出来的话，秦桧一党必然会反驳。凭那些文官们的三寸不烂之舌，到时候要么自己一方被说得哑口无言，要么最终被搅成一堆烂账。反正自己这边绝对占不到什么便宜。但官家现在装作懵懂无知的样子，直接把这个问题抛给秦桧，就完全占据了主动。以官家刚刚几个问题就把秦桧气到吐血晕倒的智慧，岳飞这个案子是翻定了。秦桧可不知道韩世忠正在等着看他笑话。经过最初的懵逼之后，他的脑子高速运转，很快就让他想好了说辞。回官家，那岳飞并不是因为他是北伐的主将而被下狱。哦，那他是为什么下狱的？是因为岳飞谎报战功。啊，谎报战功？他谎报了什么战功？那岳飞向朝廷报功，说他在诛仙阵大破金兀，逐10万大军。秦桧一番话，让我震惊的嘴里能塞进去2个鸡蛋。这岳飞这么猛的吗？大破对方10万大军，那可是10万，不是1万，更不是1000。姜维9出祁山，也没有一次性打败对方10万大军过往。这么说，这岳飞比姜维将军还要勇猛。他到底是谁的部将？不对，不只是姜维。如果是一战破掉敌方10万大军的话，他就算是跟相父比起来，也不遑多让了。就是不知道他文治怎么样。要是也足够厉害的话，那岂不是一个活脱脱的相父？这秦桧虽然跟相父官职一样，但到底比相父差了点。不对，不是差了一点。仅就自己知道的这几项，他跟相父的差距，那简直是比人跟狗的差距还大。这岳飞似乎武功不在相父之下，如果他文治也行的话，那要不然让岳飞来当这个宰相。想到这里，我便激动地向秦桧确认道：“爱卿啊，那岳飞真的在诛仙阵大破了那劳石子，金兀术10万大军。”我那个表情让秦桧又有了想要吐血的冲动。官家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我刚才说了，岳飞是谎报军功啊！啥叫谎报军功？
你是听不懂吗？但这些话他可一个字都不敢喊出来，只能艰难地稳住情绪，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，说道：官家，臣也希望这是真的，但是岳飞并没有大破金兀术10万大军，他是在谎报军功啊！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啊，假的？爱卿有什么证据吗？秦桧下意识地就说道：臣当然有证据。证据在哪儿？快拿来让朕看一看。如果那岳飞果然是谎报军功的话，朕定不饶他。看着伸到面前的手，秦桧这一会儿真希望自己并没有醒来。他现在真想摇着我的肩膀，好好的问一问：官家，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知不知道咱俩是一伙的？你今天不停地挤兑臣的事，因为您是官家，臣就不跟您计较了。但您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那岳飞有没有谎报军功？别人不知道，您还能不知道吗？咱俩为啥要搞他？您心里是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吗？您现在这个样子，很难不让臣怀疑，您是不是叛变了呀？您可别忘了，在这大宋朝廷，您才是主和派的头子。虽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老大给背刺，但秦桧也知道现在不是出卖老大的时候。证据嘛，当然是没有的，但是说辞，呵呵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只见秦桧满脸悲愤地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官家，自靖康国变以来，我宋人在与金人交战之中，什么时候占过上风？就连那李纲、宗泽、张俊、韩世忠，都曾在金人面前折戟沉沙。他岳家军不过6万人而已，诛仙阵一战，竟能破金兀术10万大军。官家，您相信吗？您还说岳飞不是谎报军功。官家，岳飞就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。秦桧一番慷慨陈词，我并没有及时的回应，因为我现在脑子不够用了。秦桧这一段话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，李纲、宗泽、张俊都不认识。秦桧在这个语境下把这几个名字说出来，应该都是在他眼里有一点本事的人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打不过蛮夷。我是谁？我前世是大汉的皇帝啊！大汉的皇帝会正眼看一眼蛮夷吗？别说正眼了，就是斜着眼我也看不见了。别说皇帝了，一个正经的大汉将军，他都不会拿正眼去看一眼蛮夷。所以秦桧说到的这3个人，在我的眼里或许有一点本事，但是也就真的只是有一点，仅此而已。至于那个有点熟悉的韩世忠，哼，连蛮夷都打不过，还在自己面前叨叨叨，朕给你脸了是吧？韩世忠估计打死都想不到，他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打入了废物4人组。当然了，他跟另外3个废物不一样，官家知道他的名字。他是个有名的废物。在心里吐槽了一会儿废物4人组之后，我很快就抓住了另外一个重点：岳飞用6万人干掉了蛮夷金兀术的10万人，这岂不是以少胜多？怎么感觉这岳飞和相父越来越像了呢？我当然听到了秦桧说的，岳飞乃是谎报军功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但是已经给岳飞戴上了酷似相父的滤镜之后，我心里总有一个想法，万一这是真的呢？这想法一出，我便脱口而出道：爱卿啊，你刚才说的好有道理，那你能不能和朕说说，岳飞的6万大军到底打败了金兀术的几万大军呀？啊，官家，臣刚才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岳飞他不是打败了金兀术多少大军的事儿，他是谎报军功。事实是，他被金兀术打败了，败得落花流水。他为了不让官家责罚，所以才谎报军功，说他打赢了。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赢。官家您听懂了吗？啊，原来是这样吗？朕还想着他就算没打赢10万，打赢8万也行啊。哎，看来朕终究是被那岳飞给骗了。正因为自己滤镜突然碎了而伤心的我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。哎，对了，爱卿啊，朕还有一个问题想问。看到终于忽悠成功，事情又回到了预想的轨道上，秦桧开心之下，随口就说道：官家您问，臣一定知无不言。朕想知道，那岳飞不是带了6万大军吗？他败给蛮夷金兀术之后，他的6万大军哪儿去了？正在因为盟友终于回归而兴奋的秦桧，打死也想不到
他的盟友会在这里给他会心一击。但一直关注着这边的韩世忠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没等秦桧开口，他便声音特别洪亮地说道：“官家，臣知道岳飞的6万大军哪儿去了。”虽然韩世忠在我心里已经成了废物，但事关那个酷似相父的岳飞，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出声问道：“快说，那6万大军去哪儿了？”问完之后，我又接着追问道：“那可是6万大军啊，即便战败，至少也能收拢2万回来，或者1万。”看着我那担忧的脸色，韩世忠沉稳地答道：“回官家，朱仙镇一战后，陛下在秦相建议下，以12道金牌召回岳飞。与岳飞一同回京的，还有参加朱仙镇之战的大军58731人。”言罢，他似怕我还有疑虑，又接着说道：“随岳飞回京的58731人，枢密院皆登记造册，陛下可随时查阅。”韩世忠说的什么12道金牌召回岳飞，我完全没有注意到。此时我的全部心神都被韩世忠说的那个数字吸引了。58731人，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个聪慧的人，毕竟无论是跟父皇比，还是跟相父比，我都差得太远太远。但是我就算再怎么愚笨，我也当了41年皇帝，尤其是在相父去世之后的那31年里，我可谓是每一天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之前相父在的时候，6出祁山，我大部分时间里什么都不用管，只需要等着相父还朝即可。但相父走了之后的31年里，姜维9出祁山，却全是我在背后支持。战争是什么样的，我早已无比的清楚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秦桧刚才说的非常清楚，岳飞麾下一共6万人。如果他真的战败的话，他从哪里偷58731人带回来？刚才韩世忠还特意强调了一点，这5万多人，枢密院全部都有登记造册。枢密院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现在还不清楚，但既然这5万多人能登记造册，那就绝对假不了。所以结论已经很明显了。从我在这个大殿里醒来到现在，最信任的那个宰相大人似乎在骗我。对于这个结论，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。他可是宰相，跟相父一个职位的男人，就算他的能力跟相父差得很远很远，但是他怎么能骗自己呢？感觉自己受到了深深伤害的我，此时面色不善地看向秦桧。爱卿，朕希望听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岳飞只有6万大军，如果那岳飞真的败在了金兀术手里的话，他该怎么带回来58000多人？虽然不明白自家老大为什么又突然刺了自己一刀，但秦桧能当上宰相也不是浪得虚名，只是愣了很短的时间，他就痛心疾首地说道：“官家，就算那岳飞带回来再多的人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爱卿什么意思？官家，您有所不知，那岳飞看起来老实巴交，但一直包藏祸心。陛下以军国大事托付于他，但那岳飞何时想过报效君恩？此言何解？官家，那岳飞巧言令色，最善蛊惑士兵。岳飞所领兵将，无论俸禄还是粮草，皆由朝廷提供，但那些部曲皆以岳家军自居。岳飞所领的6万人，已经全然不知官家，而只知岳飞此等狼子野心之人，陛下怎能不治其罪？双方过了这么多次手，自己甚至还被气得吐血晕倒一次。秦桧其实早已经回过了味儿，先是不停地拿他和历史上那些惊才绝艳的人物去比较，衬得他越发平庸，接着又不停地淡化曾经给岳飞定下的罪名，似有为岳飞翻案之意。本来今天这个朝会的目的是要给岳飞定罪，罪名都已经想好了，叫做莫须有。没办法，不仅是岳飞，还是他儿子岳云，甚至他那个部下张宪，罪都太硬了，鞭子都不知道打断了几根，可他们就是不认罪。无奈之下，自己只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给他造出来个新罪名，就叫莫须有。平时不都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吗？现在君王要你去死，你还不麻利的赴死？可任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，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。官家怎么突然就反水了呢？他实在是很想摇着官家的肩膀问一问，您是不是忘了
您才是要杀岳飞的主谋，我们都是从犯而已啊！现在您这个主谋叛变了，让我们这些从犯怎么办？跟着您叛变，那不可能。我们主和派绝不为奴，除非主人是金人。因为我倒戈的太过突然，让他一时间乱了分寸。苦思冥想之下，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可能。官家可能是突然对岳飞又起了爱才之心，但这怎么行？岳飞不死，主和派就别想过好日子。所以他才直接把岳家军只知岳飞，不知官家这句话给点了出来。他相信，只要把这个事情点出来，以官家的性子，就算再爱才，这岳飞也是非死不可了。不仅是他，秦桧这句话点出来之后，韩世忠、张俊等人脸色也是大变。他们当然知道这是秦桧的污蔑，但他们更知道这句话能骚到官家身上最痒的地方，因此他们一个个的都急着上前准备为岳飞辩驳一番。然而还没等他们有所动作，就听到我疑惑地说道：爱卿说的岳家军就是岳飞带领的军队吗？对呀，官家。你刚才说岳飞带的岳家军只知岳飞而不知朕。见我如此追问，秦桧脸上不由得大喜。官家终于想起来自己的立场了，太不容易了，千真万确啊！官家。秦桧兴奋的同时，韩世忠、张俊等人心里却是咯噔一下。事情要糟啊，该怎么办？等会儿该怎么救岳飞？要不以告老还乡威胁？可是这样会有用吗？如果没用的话，又该怎么办？正当他们心神大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之时，只听我继续用疑惑的语气说道：这不是很正常吗？秦桧的笑意还挂在脸上未散，就被我一句话给搞懵了，连礼仪都忘了，脱口而出道：啥？官家您说啥？朕说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哪里正常了？你刚才说岳家军是岳飞带领的，那他们知道岳飞不是很正常吗？如果他们连岳飞是谁都不知道，人心不就散了吗？这队伍还怎么带？秦桧此时是真的怀疑人生了，他很想把官家的脑子掰开看看，里面到底都装了些什么。官家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知道你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虎狼之词吗？官家，臣说的重点根本不是这。啊？那爱卿你说的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根本不是岳家军知道岳飞，而是岳家军只知岳飞，而不知官家您啊。啊？这很重要吗？这怎么不重要？岳飞领的都是朝廷的兵，可他们却不知官家您啊。他们就算是知道朕也不能领着他们去打仗啊。所以他们知道不知道朕又有什么意义？天地良心，我并不是想要跟秦桧抬杠，我是真的不理解秦桧在意的点到底是什么。在我那个年代，各个主将自己募的兵自己带，根本就是常规操作。皇帝只要知道主将忠心就行了，至于底层的士兵知道不知道皇帝，根本不在皇帝的考虑范围之内。看着我那理所当然的样子，秦桧感觉又一口血已经到了喉咙眼儿，为了把这口血咽下去，他用力的眼泪都被憋了出来。既然眼泪出来了，他也不擦了，顺着就嚎啕大哭道：既是朝廷官军，就该心向官家。若是不知官家而只知主将，那与四军何异？一旦主将有了反心，则社稷危矣。官家不可不察。秦桧哭得太过于伤心，以至于我一时间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卿一心为国，朕甚欣慰。不过你也不用哭得这么伤心，你说的问题其实也很好解决的。啊？怎么解决？此时的秦桧脸上全是泪痕，再配合那个疑惑的表情，看起来特别的滑稽。我想笑，但又觉得不合适，便赶紧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朕以为各军主将既然是由朝廷派出，朕自当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再说了，就算那岳飞真有反心，朝中人才济济，难道还拿不下他一个岳飞不成？说完之后，仿佛是为了给秦桧证明似的，我又看向群臣，只不过别人都不认识，我干脆看向韩世忠。如果有一天岳飞真有反心，诸位爱卿能为朕诛杀之吗？韩世忠此时脑子里还是嗡嗡的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官家真的会这样吗？虽然不敢相信，
但这话他要是不知道怎么回答，那他也不用在这朝堂上站着了。认真的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官服之后，他郑重的说道：“官家放心，无论岳飞还是其他任何人，但凡有人敢对朝廷、对官家不忠，臣定诛之。”枢密使都表态了，其他人哪还不知道该怎么说？照着韩世忠的话重复了一遍之后，我得意的看向秦桧：“爱卿，你看，朕说的没错吧？”因为被老大背刺，信念彻底崩塌的秦桧再次一口血喷了出来，然后扑通一声就再次晕死了过去。太医们打死也想不到，有一天他们也能在朝堂上这么有存在感。见秦桧再次被拉去治疗之后，我一边想着以后要多关心一下自己这个体弱的宰相，一边扭头看向了韩世忠。没办法，别人都不熟。爱卿啊，说了半天，那岳飞到底犯了什么罪啊？莫须有。从韩世忠嘴里说出来这3个字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。莫须有是什么罪？自己怎么从来没听过还有这样一个罪名？看着我懵逼的表情，韩世忠暗暗夸了一句“官家演技真好”之后，便愤然说道：“官家，岳飞精忠报国，抗击金兵，领军北伐，保家卫国，功在社稷。但那秦桧嫉贤妒能，诽谤岳飞虚报军功，更是污蔑岳飞拥兵自重。自岳飞下狱以来，秦桧对岳飞及其部下均用尽酷刑，试图屈打成招。但无论岳飞还是其子岳云及其部下张宪等，均是誓死不屈。那秦桧眼见岳飞不肯认下其诬陷的罪名，竟想以莫须有的罪名置岳飞于死地。官家自古以来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双，别说岳飞这等于社稷有大功之臣，就算是普通百姓，又岂能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？臣愿以性命担保，岳飞绝对是冤枉的，还望官家三思啊！眼见韩世忠抱拳跪地，言辞恳切，我心中暗自叫苦。我压根儿不知道岳飞是谁，就连眼前的韩世忠我也不熟，根本无从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。但韩世忠刚才提到的北伐二字，又不断挑动着我的神经。前世的几十年，早在我心里形成了固有印象。凡是矢志北伐的，不论能力高低，都是大忠臣，所以这岳飞是非要见见不可了。于是我连忙扶起韩世忠，脸色无奈说道：“爱卿快快请起，朕自然是愿意相信岳飞的忠心，只是秦香言之凿凿，朕一时也不好决断啊。”韩世忠一听，脸上更是痛心疾首。官家，秦桧所谓的证据，不过他一面之词罢了，怎能轻信？我眼珠一转，顺势说道：“既然爱卿如此坚持，那不妨把岳飞押上殿来，由朕亲自审问。若岳飞果然罪大恶极，朕定斩不饶；但若真有冤屈，朕也定当还岳飞一个清白。如何？”官家圣明。眼见除了韩世忠外，殿里还跪了一大片人，口称圣明。我心里也大概有了底，此事8成是有蹊跷啊！我传旨下去，不一会儿，几个侍卫便将一个披枷带锁、浑身是血的男人带上了朝堂。岳飞此时虽然被侍卫压着，看起来极为狼狈，但他行进之间，腰杆仍挺直的，如标枪一般。看到岳飞的第一眼，我心里就蹦出来一个名字：姜维。两人长得并无一丝相像，但眼里那种孤独倔强的气质，让我瞬间就将两人连在了一起。微臣岳飞拜见官家。岳飞声音洪亮，眼神坚定，全然不似一个阶下囚。被岳飞的声音打断了思绪，我才注意到带着枷锁的岳飞正在极为艰难的下跪。那因为受刑已经千疮百孔的身体，也因为被下跪的动作牵动伤口而不停地颤抖。但岳飞的脸上却无丝毫异样。看到这里，我下意识地上前扶住了正要下跪的岳飞。爱卿免礼。说完之后，我又看向站立两侧的侍卫。这里是朝堂，又非诏狱，还不把爱卿的枷锁取开？是。枷锁取开了之后，看着岳飞身上满是鲜血的囚衣，我下意识的就解开自己身上的外袍，直接给岳飞披上。爱卿，天气凉，先把这件衣服披上。我只是本能的想要关心一下我的姜维，但这一幕却把所有人都吓傻了。他们看到了什么？黄袍加身，还是皇帝亲自给岳飞披上的？
这到底是要干什么？不仅是大臣们疯了，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岳飞，扑通一声便双膝跪地。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他，第一次脸上有了惶恐之色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虽出身寒微，但自小便立下报效君王之志。靖康国变以来，臣虽自知德薄才浅，也想效仿昔日诸葛丞相，匡扶社稷。臣自参军以来，所经大小战阵无数，每一战所立战功皆有实证，绝非虚报。至于拥兵自重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千年以来，官家不以臣粗鄙，为臣以北伐重任。臣一心只想驱逐金兵，收复失地。行军之余，臣更是日日临摹诸葛丞相之出师表，以自勉臣对大宋、对官家之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官家何苦以黄袍加身相视？岳飞一番慷慨陈词，脸上早已被泪水模糊。此时他心时真是无限的委屈。在诏狱里，他受尽了百般刑罚，都没掉过一滴眼泪。听到官家召见，他还以为终于能平反昭雪，没想到刚一上殿，官家竟然直接拿黄袍加身来试探他。想到自己一腔报国热血，却被怀疑至此，一时间心里生出了万分酸楚。但我此时完全没注意到岳飞的万分委屈，我的全部心神早已被出师表3个字给牢牢占据了。如果朕没听错的话，刚才岳飞说他想效仿相父，匡扶社稷。他还说他在行军之余，天天都会临摹相父的出师表，用以自勉。此时的我只想仰天大笑，有领军北伐的能力，有效仿相父的志向，这不是朕的姜维，还能是谁？老天爷真是对我不薄啊！心里对着老天爷大大的感谢了一番之后，我才想起来自己的姜维还在地上跪着呢。刚要伸手把他扶起来，就看到了他的脸上似乎满是委屈。到底是谁让朕的姜维受了这么大委屈？哼，要是被朕知道了，朕绝不轻饶，谁来了也救不了他。朕说的。爱卿怎么又跪下了？快平身！到底是谁让你受了委屈？快与朕说来，朕一定为你做主。见我脸上的关心不像是假的，刚刚还满腹委屈的岳飞一时也有点吃不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官家，臣真的没有谎报军功，也没有拥兵自重。朕知道，伯约不，爱卿怎么会做那种谎报军功、拥兵自重的事情呢？快起来，朕信你。听到朕信你3个字，岳飞心里不由得一阵感动，但还披在身上的明黄色龙袍又实在是刺眼。既然官家不疑，又何必以黄袍加身相视？臣对官家真的绝无二心啊！岳飞那满是委屈的眼神，让我一时之间有些反应不过来。这岳飞是个什么情况？朕看他身上血池呼啦的，给他披件外袍，这在大汉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哪一家的皇帝还没给信任的臣子披过外袍呢？这岳飞怎么还委屈上了呢？难道这大宋不流行这个？还没等我想明白岳飞的委屈是从何来，刚被我扶起来的岳飞扑通一下就又跪下了，然后他眼神坚定地说道：官家，微臣自从军以来便立志报国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原，此乃微臣之志，亦是天下万民之愿。若官家信不过微臣，微臣愿以死明志。岳飞这么严肃地表示自己愿以死明志，倒把我给吓了一跳。不就披件外袍吗？你至于这么敏感吗？不行，有时间了，朕一定得查一查，这里面估计是有什么朕不知道的典故。一边想着上哪儿查这个典故，一边又把岳飞给扶了起来。爱卿这是作甚？朕是见着天良，爱卿你穿的又单薄，为你加件外袍而已，何曾疑心过你？当年大汉昭烈皇帝不也曾多次为相父？不，诸葛丞相披过外袍吗？你见昭烈皇帝何时疑心过诸葛丞相？我这话说的理直气壮，但岳飞可不敢苟同。官家呀，那大汉跟大宋能一样吗？您不会真的忘了您家老祖宗的皇位是怎么来的吧？岳飞心中暗自叫苦，却也不好直接点名，只能委婉劝道：官家，微臣虽知您后代之意，但君臣有别，官家此举于理不合，还望陛下日后勿再如此，以免落人口实。我听了这话，颇感无奈。我也想不明白，岳飞口中的于理不合
到底是与哪个理不合。但岳飞既然说出来了，那就从了他吧。谁让他是自己在大宋的姜维大将军呢？当年满朝反对的情况下，姜维想要北伐，朕不是也支持他了吗？现在岳飞只是不喜欢这黄袍而已，那以后不批了就是。也罢，是朕考虑不周了。说完之后，我在群臣里面看了一圈，还是找到了韩世忠。没办法，别人不熟。你把你的外袍脱下来，先给岳爱卿披上。我的命令让韩世忠满脸不可置信。官家您是认真的吧？这大雪纷飞的天气，他岳飞怕冷，我韩世忠就不怕冷了吗？再说了，岳飞才多大，我老韩多大了？大家都是主战派，这怎么在您这儿的待遇就差别这么大呢？韩世忠诧异的同时，岳飞也是头皮一麻。官家今天什么情况？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甚至他都有点怀疑，官家这是不是想挑拨他跟韩世忠之间的关系？心中疑窦纵生，嘴上可没敢耽误。官家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微臣一点都不冷，真的不用了。眼看岳飞的表情都快哭了，我也只好放弃了。一边命令内侍把这大殿里的炭火再烧得旺一点，一边拉着岳飞的手说道：“爱卿啊，今天传你上殿，是因为秦桧弹劾你谎报军功，还有拥兵自重。但现在事情既然已经查清楚了，朕自然是要将你恢复原职。”一听能恢复原职，岳飞兴奋的正要谢恩，突然一个声音悲愤的喊道：“官家，不可！”顺着声音扭头一看，原来秦桧又醒了过来。见是秦桧醒来，我心里便是一阵纠结。我一会儿觉得这秦桧既然敢污蔑我的姜维，岳飞，那一定不是个好人；一会儿又觉得他既然能跟相父干到同一个位置，一定不是个坏人。虽然他又不会打仗，文治也不行，诗词歌赋也不行，书法也不行，但我还是坚信他一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。虽然心里纠结，但秦桧既然开口，我还是问道：“爱卿说什么不可？”官家，岳飞犯下大罪，理当处斩，岂能官复原职？一听秦桧又给自己泼脏水，岳飞当场就想骂回去，我却抢在他前面说道：“爱卿有所不知，朕刚才已经审过了，岳爱卿并没有谎报军功，也没有拥兵自重，也就是说，岳爱卿无罪。那朕当然要让岳爱卿官复原职了。”啊！官家什么时候审过岳飞了？就刚才你晕倒的时候啊。什么？臣晕过去也不过半炷香的时间而已，官家您就审完了？对呀。官家您怎么审的？朕问岳爱卿有没有谎报军功，他说没有。朕又问他有没有拥兵自重，他也说没有，这不就结案了吗？我这话说的一本正经，但大殿里实在憋不住的笑声还是此起彼伏的响起来，而秦桧的脸早就已经成了猪肝色。他也算是看明白了，官家今天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非得给岳飞翻案，甚至我连流程都不愿意走一下。有心想要争辩，但他也知道没什么意义。作为存心冤枉岳飞的人，他比岳飞本人更知道岳飞到底冤不冤。之前是皇帝领头想要弄死岳飞，那岳飞就算无罪，那也必须有罪。就算那个罪名叫做莫须有，他也只能乖乖去死。但现在老大叛变了，他这个老二还能怎么样呢？意识到这一次的事情已经不可为，正打算放弃，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，不对，本相还有援手。官家，您忘了那金兀术的大军了吗？金兀术明确说过了，岳飞死则和约可成。我们既然想要跟金国议和，总要让金兀术看到我们的诚意吧。看着痛心疾首的秦桧，我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。我现在算是看出来这秦桧像谁了，前是自己身边的宦官黄皓啊，说话好听，办事也麻利，但总喜欢在自己面前暗戳戳的给姜维上眼药。最关键的是，自己当初会选择投降曹魏，这黄皓在中间可没少出力啊，枉自己还一直把他和相父放一起比较，看来没有出师表做参考，自己识人的本领还是不行啊。暗暗自省了一会儿之后，我看向秦桧的眼神也没之前那么亲近了，淡淡的说道：“那金兀术是什么官职啊？”我的问题让秦桧一愣，半晌才回道：“金兀术
乃是金国的兵马大元帅。秦桧说完，我面带讥讽地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他只是个兵马大元帅啊！朕还以为他是蛮夷的皇帝呢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朕倒是有个问题想问问爱卿。”虽然看出来我的表情不对劲，那一抹讥讽刺得他眼疼，但他却也不得不顺着说道：“官家想问什么？臣自是知无不言。”